童话书和金鸟。现在盖好被子，闭上眼睛，一起听故事吧。小兔在家看童话书，书里说，森林里住着一只金色的鸟。如果问金鸟要3根羽毛，就能实现3个愿望。小兔特别心动，它掰着手指想自己的愿望，想要糖果，想要新玩具，想要不睡觉，想要吃蛋糕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简直有100个愿望那么多。小兔带着童话书，准备出门去找神奇的金鸟。嘿呦！小兔走过一片草地。嘿呦！小兔又爬过一个山坡。嘿呦！小兔又穿过一条小溪。嘿呦！小兔找到童话书里说的森林啦！哇哦！森林里真的有一只金色的鸟。小兔和金鸟打招呼：“你好呀，金鸟，我……”话还没说完呢，金鸟就拔下3根羽毛，递给小兔。我知道，你也想要3根羽毛，拿着吧。小兔高兴极了，拿着羽毛准备开始许愿。突然，他发现金鸟的尾巴光秃秃的，背上也有些地方没有了羽毛。咦，金鸟这是怎么了呀？金鸟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最近有好多小动物都带着童话书来要我的羽毛，我就天天把羽毛送它们。来的小动物太多了，我的羽毛也快拔光了。”哎呀，那可不行！没有羽毛的话，金鸟冬天就要挨冻了。小兔把3根羽毛还给金鸟，金鸟一抖翅膀，羽毛就又长回去了。哒哒哒哒哒，小兔跑出森林，穿过小溪，爬过山坡，走过草地，又回到了家。叮铃铃铃铃，他给每个买过童话书的小动物都打了电话。小狗、小鸭、小熊、小刺猬、小松鼠都来到小兔家集合，带上金鸟送它们的羽毛，一起又向森林出发。走过草地，爬过山坡，穿过小溪，小动物们又到了森林。他们找到了金鸟，把羽毛又还给了它。金鸟一拍翅膀，所有的羽毛都飘回了金鸟身上。它的尾巴又长出来了，光秃秃的地方也长满了羽毛。现在，金鸟变得金灿灿的，还会发光呢。等等，怎么金鸟的尾巴上还有个缺口呀？小动物们都瞪大了眼睛。小熊支支吾吾说：“
对不起，我用羽毛许了一个愿望，想要很多很多糖果。糖果我带来了，我还给你，对不起。小熊从兜里掏出一大堆糖果。金鸟笑着摇了摇长长的尾巴，说：没关系，糖果就分给大家一起吃吧。小动物们在树下围成一圈吃糖果。金鸟还唱起了特别好听的歌，大家手拉着手，跟着跳起了舞。从此以后，小动物们再也没有要过金鸟的羽毛，它们都来找金鸟唱歌和玩耍啦。故事讲完啦，我们梦里见吧。晚安。小熊烤蛋糕。现在盖好被子，闭上眼睛，一起听故事吧。小熊在家烤蛋糕，它咕嘟咕嘟往蛋糕里加了好多好多蜂蜜，烤完的蛋糕好香呀！小熊开始给朋友们打电话，邀请大家来吃蛋糕。第一个电话打给小羊，小羊问小熊：“是什么味儿的蛋糕呀？”小熊回答：“是香香甜甜的蜂蜜蛋糕。”小羊说：“那我给你带点奶油吧。蜂蜜蛋糕抹上奶油就会更好吃啦。”第二个电话打给小兔，小兔问小熊：“是什么味的蛋糕呀？”小熊回答：“是香香甜甜的蜂蜜蛋糕。”小兔说：“那我给你带点草莓吧，蜂蜜蛋糕摆上草莓就会更好吃啦。”第三个电话打给小狗，小狗问小熊：“是什么味儿的蛋糕呀？”小熊回答：“是香香甜甜的蜂蜜蛋糕。”小狗说：“那我给你带点糖豆吧，蜂蜜蛋糕撒上糖豆就会更好吃了。”叮咚，叮咚，门铃响啦。小羊、小兔和小狗带着奶油、草莓和糖豆来到了小熊家。大家给蜂蜜蛋糕抹上雪白蓬松的奶油，摆上又红又大的草莓，最后撒上五颜六色的糖豆。香香甜甜的蜂蜜蛋糕变成了大大的糖豆、草莓、奶油蛋糕。小熊、小羊、小兔和小狗把大大的糖豆、草莓、奶油蛋糕切成4大块，一起啊呜啊呜吃光啦。故事讲完啦，我们梦里见吧。晚安。